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房子是古时候地主庄院，有170个房间，而且每个房间基本是相连了，相当豪华。整个这个庄园占地面积大概是1万平方米。假如说让你来这里住，你愿不愿意？在古代有地主庄业，那么一般都有宗祠，就相当于是祠堂。这个祠堂不简单，它里面是有监狱的，有各种处罚的措施。现在就来探索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利川，这里属于大水质景区。在古代，这个祠堂可不简单，应该说当地就是整个这一块最高的权力机关，应该就是这个宗祠了，族长、长老这些，然后很多人受了处罚，应该来讲就是在这个宗祠。远处那个别样的建筑就是李家的宗祠。李氏宗祠是清朝道光时期建的，也是由第一任族长修建的。据说铺了40几条30余米长的条石作为基础。大家想一想，30几米是什么概念？仅奠基就用了10年，总共是修建了24年才完工。占地面积8000余平方米，建筑面积是3800余平方米，是一座古代宗法的城堡式的建筑。它这里还有城墙，城墙是长约400米，高8米，厚3米，有射击孔100多个。像在这个上面看到这些孔是什么？这个等于是属于枪孔，就是防御性的。因为它这里呢，在很多年前，这个地方还爆发过一些小的我们说的战争一样的，所以有个军阀想来攻占这里，那么自然而然他们要防御。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这个李氏宗祠，看到这样的建筑就感觉是比较威严。它这边呢也是属于在悬崖峭壁旁边，它这里有3个门，中间那个是大门，左右两边这个门呢是不一样的。最旁边那个门呢，最前面那个门就有点像死门一样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宗祠，就当地的掌管相当于是律法一样的。有人犯了错，如果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呢，就从那个门拉出去，扔到那边悬崖下去，就可能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这些族法的地方是比较严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100多年前，你像这些农村是没有说的像有法律一样的，就是当时他们的宗族乡绅自己管理。所以在古代那个时候说法就是说，朝廷的旨意或者法律只到那个县城，这些乡下是不管的，由当地的乡绅自己管理的。这个是大门，非常壮观了。里面的建筑你看也是沿着中轴线去弄的。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牢房，还有狮子社的那个刑场。那么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属于大殿，那里面有拜殿，拜殿就相当于拜祖宗嘛。一眼望去我都感觉像走入了金丝楠木的世界一样的。前面就是拜殿，相当于是祭拜祖宗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对联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块木板在上面，其实当时最开始建的时候，它这个字是刻在这个木头上面的，只是后来为了保护的话，重新弄了一块木板。它每年的3月、7月，还有冬至的时候，都会在这里举行我们说的一些会。然后两边呢，就是他们李家的家规家训。看看上面，这字有点看不清楚了。这些上面的雕梁画栋精美吧。在这个墙壁上面有冷，它这边也有，包括他们庄园也有一个冷一个耐。你看上面还有字，相当于是要安分守己，有什么事要忍耐，不要冲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可能也是他们的家族家规吧。他这边现在天井房也很多，这个也算是相当于一个廊桥。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这个地方是连接着桥梁，你看看连接着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呢？它叫过石桥，是当时的李家人触犯族规，要跪在这个石头上任族长训斥和责罚，故名过石桥。是整个李氏宗祠中最大的一个石质构件，就这里是一整块的石头，上面还是花纹。那当时呢犯错就跪在这里，
那有些人如果犯错严重的话，从这里拖走，然后到那边桥梁就是悬崖扔下去。因为所以古时候嘛，他们很多都是靠那个族法来管理族人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往往我们就出现了凭地主的喜好，他喜欢谁，他不喜欢谁，故而呢，这个就显得非常不公平。你想想，那个族长把他不喜欢的人，假如说犯了错，他就认为错事很大，然后扔到旁边那个悬崖下面，是不是非常残忍？这些全部是木质结构的，但是底部全部是用石头构造而成，所以整个这一块啊，都是属于在石头上建的房子。其实，如果说有这样一栋房子给你居住，确实了不起啊！现在基本上没有谁会建成这么大的房子了，包括就是有钱人也不会建成这么大的，因为建筑风格就不一样。他这里呢，可能还有一些家训，就是说要行善，要守本分。我看了一些他们一些对联，这些就是要忍耐。这个地方叫魁山堂，也叫祖宗殿，就相当于是他们李家的那个供奉祖宗的地方。刚才是祭拜祖宗的地方。魁山堂，它这里有一点我感觉就不太好。收门票，然后收完门票之后，它很多地方，你像这些小房间，它没有标明是做什么用的，只标明了极少一部分，所以呢，很多的话我们都不太明白它这个功能是干嘛用的。往前面继续走一走，它这个其实相当于城墙，等一下我们去城墙上走一走。那么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我们说的死门一样的。就是犯了错，把拉出来，从这边扔下去，那这个相当于是老虎凳了。这个李家的宗祠还有防御性的，所以它就有城墙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在房子的左右两边，后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城墙。这个城墙有好几百米，上面有很多射击孔，并且呢，全是石头组成的。我们现在就上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往上走。这个就是李氏宗祠的城墙，是防御宫室外，整个总长度是390米，高约6米，厚约3米，全部是由巨大的石头堆砌而成，上面还有射击孔56个。看到没有？石头太大了，走这里一定要小心啊。像这些就是射击孔，看外面。它是绕着这个李氏宗祠围起了一圈。这个修建当时也很了不起啊。它这个城墙的入口和出口都是在房间里面的，而且是在2楼，所以外人是根本不知道的，很隐蔽的。你假如说这里没有标识，我们也不知道这里就是城墙的入口，在这个地方。现在我们去下面看一下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两边也是城墙，当时的城墙。那么大水井的由来，其实就是在下面有一口水井。那这个水井为什么叫大水井呢？就是当时1930年前，四川军阀贺国祥来攻打这个李家的祠堂。说白了嘛，他可能知道李家的祠堂可能很多财宝，另外呢，可能想把李家祠堂纳入他的统治范围之内。当时呢，双方在这里激烈打斗，但是由于你可以看到没有，全是这些城墙石头，而且那个军阀的实力也不是太强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一直久攻不下。后面经人指点呢，他就想到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一样的，把李家的那个祠堂的喝水的地方啊，就水井占领了。那么人不能喝水，水井占领之后，导致李家的人被迫求和。那之后呢，李家的族长就吸取了教训，就重新把城墙扩大，把这个水井包括在这里面。陡峭吧，陡峭，而且非常高。我们都知道，有压迫就有反抗，特别是古代那个地主，他掌握了周边全部，那压迫当地老百姓，
那最后这个李家地主的下场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人反抗，最后呢他是被活活饿死了。通过看这个李家的地主庄园，还有李家的这个祠堂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当时地主生活的腐败奢侈。不过就是有点可惜，它里面的牢房没有找到，因为时间隔得太久，现在看的都是房间，可能某一个房间就是当时的牢房，但是现在是没有找到。那行，这个李家的宗祠我们就看完了，大家对古代的这个宗祠礼法有一点点了解了。